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二欢。今天分享的电影是《天使之恋》。李央在人生最灰暗的时候，遇见了与他同名的大叔小泽光辉。这一天，光辉被医生告知得了脑肿瘤，而小泽李央也被母亲强行拉进了手术室。他们在医院匆匆一瞥，此后3年再无交际。但李央却在短短3年变成了堕落的女孩。她肆无忌惮地挥霍年轻的身体，为了金钱可以不择手段。他指使好友奈绪子欺负同班的游子，然后救下游子博取好感成为朋友，以此拉游子下水利用他赚钱。李央以为自己的人生会一直这样堕落下去，但一袋寄错的照片让他抓住了一根浮木。李央看着照片里西装革履的男人，他已经忘记曾在医院见过他，他只记得不久前在酒店见到男人被泼了一脸水，却仍是温文尔雅不急不恼的样子。他因此对男人颇有好感，所以没有听从好友的建议把照片还给照相馆，而是主动联系了照片里的小泽光辉。他们相约在花店门前碰面，李央的目光追随着款款走来的大叔，只远远看了一眼，他便认定这个散发着忧郁气质的大叔是他喜欢的人。李央把伞送给了上前搭讪的男人，以没带伞为由拜托光辉送他去车站。他喋喋不休地和光辉聊天，却突然发现他晕倒在大雨中。因为脑肿瘤，光辉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。他笨拙地拍好了遗照，做好了随时和世界告别的准备。出于礼貌，他打电话感谢李央送他到医院，但他却没想到李央会因为一通電話匆匆赶来。大叔好奇地问李央为什么会来，李央说是因为担心他，大叔却不明白。僕のこと何も知らないじゃないですか。李央反驳大叔，不仅爆出他的身高血型，还从他无精打采的样子分析出他一定经历过什么让他绝望的事。光辉没想到李央看起来大大咧咧，却是个心思细腻的女孩。他承认李央所说的，但他并不想让李央走进自己的生活。他以不善与人交际为由，想拒绝李央的靠近，但李央却打断了他的话。気にしないでください。それが私の特技だから。李央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主动，他偷偷溜进光辉所在的大学听他讲课。为了有正当理由和大叔接触，他拜托光辉帮他补习历史。李央试探性地问大叔是否单身，在知道他没有女朋友后，主动提出和他交往。光辉意识到李央的出现使他阴郁的人生变得明朗，但这些变化不足以让他重新燃起想活下去的希望。他以李央年纪太小为由拒绝了他。李央没有因此放弃，他请求光辉答应他，如果历史考到满分就和他约会。光辉虽然觉得他在无理取闹，但为了不打击他学习历史的决心，还是答应了他的请求。为了能和大叔在一起，李央洗心革面，他结束了和奈绪子不正常的关系，把信用卡和高级公寓的钥匙还给了金主爸爸。他没日没夜地学习历史，但最后却以1分之差错过了和大叔约会的机会。朋友们都觉得可惜，劝他偷偷改掉成绩，但李央却如实把卷子交给了大叔。光辉看到他垂头丧气的样子，以为他是因为没有考满分所以不开心。他核对卷子，发现丢分的题目存在争议，他更赞同李央的答案，所以给了他满分。李央以为大叔想和他约会才会把卷子改成100分，光辉极力否认，但还是履行承诺和他约会。李央提出想去大叔喜欢的地方，他踩着高跟鞋乐此不疲地陪大叔探索一个个历史遗迹。他第一次见到大叔朝气蓬勃的一面，而大叔也自然地牵起了他的手。李央知道大叔已经从心底接纳了他，所以他在图书馆问大叔喜不喜欢自己。光辉没有回答，却一反常态把他叫到了书架之间。一切都在预料之外，大叔亲身吻了下来。幸福悄然而至，李央沉浸在大叔的温柔里无法自拔。光辉也被幸福麻痹，忘记了自己的病情。但在李央询问他放在柜子上的极目代表什么意思时，他才从短暂的梦里清醒过来。极目代表他所剩无几的日子，但现在他却没有办法坦然面对即将来临的死亡，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他有了眷恋的人。他多想陪李央走下去，但加重的病情却提醒他剩下的日子不多了。他被医生告知，即使手术有成功的几率，但也会伴随严重的后遗症。他可能会失去记忆，忘记李央，
也可能会终身残疾，成为别人的负担。如果不能给李央完整的爱，他宁愿就这样悄无声息地从世界消失。光辉把遗照交给妹妹，让她帮忙处理后事。为了不让李央担心，他故意疏远她。即使在李央追问他爱不爱自己时，也只能无奈地说一句：今日はもう帰ってくれないか。不知道真相的李央希望得到大叔的回答，但生命所剩无几的光辉明明深爱着他，却只能躲在房间里独自忍受病痛的折磨。李央没有再去纠缠大叔，但当他在学校时，却亲眼目睹好友奈绪子从他面前跳下楼。奈绪子在跳楼前感谢李央和他做朋友，虽然知道李央一直在利用自己，但他却从李央的身上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温暖。奈绪子的死让李央彻底醒悟，他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伤害了身边的人，他不想再欺骗任何人。他和游子坦白了利用他的事，并且来到大叔家想要跟他道歉，但他却发现大叔的家已经搬空了。李央在朋友们的帮助下终于见到了大叔，他跟大叔坦白了自己不堪的过去。他以为大叔会因此厌恶他，但光辉没有责怪他，反而更关心他遭受了怎样的伤害。李央告诉大叔，因为他被人糟蹋怀了孕，母亲强行带他到医院打掉孩子，母亲的做法伤害了他，所以他用伤害自己的方式报复父母。但他现在已经明白，这样做不会让他觉得快乐，反而会让人深陷在痛苦中。大叔从李央的话中知道他已经蜕变成了成熟的大人，他鼓励李央努力生活，并且委婉地拒绝了李央的挽留。李央依依不舍地上了车，但却在车开走后发现大叔晕倒在地。他把大叔送到了医院，因为名字一样，他被误认为是光辉的妹妹，也因此他知道了大叔的病情。光辉知道隐瞒的病情被李央知晓，为了安慰他，大叔将深埋在心底对他的爱恋说了出来，并且感谢他走进了自己的生活，让他体会到了活着的价值。李央知道大叔是在跟他告别，但他不明白为什么大叔口口声声说爱他，却不会为他选择接受手术。他指责大叔只会说好听的话。光辉没有办法像李央那样坦率地说出真实想法，他一直不敢承认，因为李央的出现，他开始惧怕死亡。他以为只要回避这种想法，就可以像没遇见李央时一样坦然，但李央却告诉他，自己之所以如此坦率，是因为遇见了他。面对李央的直率，光辉没有办法再回避压抑的欲望。李央终于听到了大叔的心里话，他消除了对大叔的误解，请求他接受手术，但光辉却拒绝了。他不想忘记李央，也不想成为他的负担。他相信没有他，李央也可以活得很好。但李央却告诉他，他不在乎他会失忆、会残疾，他只要他活着。一直以来，大叔一个人承受着所有的压力，他以为默默离开是对李央最好的保护，但现在他才知道，活下去才是对李央最好的安慰。大叔同意做手术，但他还是安慰李央，如果自己手术失败，不要为他伤心，要继续勇敢地活下去。1年后，李央手捧奈绪子的遗照参加毕业典礼。典礼过后，他来到大叔所在的大学，等到的却是一句こんにちは。大叔手术成功，但却忘记了他。李央虽然失落，但还是鼓起勇气叫住了大叔。时光仿佛又回到了花店门前的那次相见。李央借口没带伞，大叔绅士地接他到伞下。只是曾经点点滴滴的回忆，现在只存在于李央的记忆中。大叔把李央送到了车站，李央独自走进站台。他不知道大叔会不会想起他，更不确定大叔会不会再次爱上他。就在他伤心失落时，拍打在身上的雨滴消失不见。李央缓缓抬头，看到大叔为他撑起了伞。大叔虽然忘记了他，但这一次却主动向他跨出了第一步。别忘了点赞支持一下，咱们下期见。